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查理斯姆。让我们来聊聊美股最近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。昨天我们讲了牛气冲天的谷歌，那么今天来一个冰火两重天，我们来讲一讲科技新贵 Figma 最近的遭遇。在9月3日盘后，专注于开发设计工具的软件公司 Figma 公布了它在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，这直接导致公司的股价在9月4日开盘后暴跌17%，从68美元一口气跌到了55美元。很多在8月份 Figma IPO 刚上市之后就买入的朋友们，现在都已经被深度套牢了，看着让人心疼。查理今天就和大家重点讨论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卖掉 Figma 的股票，早日止损，还是应该观望一段时间，看看是否要低价买入抄底它的股票。我们在8月4号的视频中就有明确的提到，不建议大家在90美元以上买入 Figma 公司的股票。当时查理提出的 Figma 合适的买点应该在50到60美元左右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。那截止到9月4日，Figma 的股价在财报公布之后，单日暴跌17%，已经跌破了55美元的位置。如果我们看公司的历史曲线，会发现，Figma 公司在7月31日登陆纽交所上市之后，受到散户投资者的热炒，IPO 的价格是33美元，开盘的价格达到85美元，然后在8月1日大涨了60%，最高曾经一度来到140美元每股。然而，在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内，Figma 的股价持续下行，在经历了2周的横盘整理之后，它的股价在今天首次跌破60美元，距离其在8月初的高点已经跌去了超过60%的市值。那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，Figma 会跌回到33美元的 IPO 价格吗？还是有可能筑底反弹，重新来到90甚至100美元以上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离场，避免进一步的损失，还是应该逢低买入 Figma 的股票，做一个短线的套利交易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Figma 公司的基本面。这是一家基于网页的协作式界面设计工具公司，它主要用于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设计，是 UI 和 UX 设计师必备的软件工具。Figma 是一款完全基于浏览器的工具，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下载和安装任何的软件，只要有浏览器和网络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它，并且它兼容各种操作系统，比如 Windows、Mac、macOS 和 Linux 系统。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工具，还允许设计师创建交互式原型。你可以轻松地添加动画和交互效果，模拟用户在真实应用或网站中的操作。Figma 拥有一个庞大的社区，设计师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的设计文件、插件和模板，互相学习和交流。它是许多设计团队的首选工具。很多知名的大公司都在使用 Figma，包括像谷歌、微软、Netflix、Airbnb 和 Uber 等等。这些公司选择 Figma 的主要原因是其强大的实时协作功能和基于云端的便捷性。这使得分布在不同地点的设计团队能够高效工作，并快速迭代产品。如果我们看 Figma 公司的基本面情况，会发现这是一家非常年轻、还在高速成长的科技企业。Figma 成立于2012年，只有不到14年的历史。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，员工人数在1600人左右。在大跌之后，Figma 当前的市值是270美元，270亿美元左右，只比2022年 Adobe 公司尝试收购 Figma 出价的200亿美元要高出35%。要知道，2022年正是美联储加息、美股大熊市时期，当时的200亿美元要比现在的200亿美元至少多出50%的实际价值。因此，以55美元的价格买入 Figma，几乎没有被市场高估的风险。那为什么今天公司的股票被恐慌性的抛售呢？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月前刚刚 IPO 的公司，Figma 目前有高达88%的内部人士持股比例，
它在市场上的流通股只有不到12%，和已经上市多年的公司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根据股票解禁的协议，Figma 在9月5日开盘时，最多有17.5%的内部股票可以解禁出售。另外，到2025年年底之前，又将有20%的内部股票解禁面世。到了2026年，又会有大概27.5%和35%的股票分两批解禁出售。要知道，内部人士持有的股票持仓成本价要比 Figma IPO 时的发行价33美元更低一些，这导致市场认为公司股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强大的卖压。因此，不少在8月份买入 Figma 并被套牢的散户投资者选择在今天割肉止损离场。也有很多参与了 IPO 的机构投资者，他们的持仓成本价在33美元附近，也选择止盈离场，落袋为安。当然，看空 Figma 股价走势的人也可以说，现在公司的本益比 PE ratio 高达349，Price to Sales ratio 市销率也在40以上，要比 Adobe 高6倍，当前的股价并不便宜。查理认为，导致 Figma 每股净收益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其在2024年花了数亿美元用来支付给自家的员工，以补偿他们因为 Adobe 在2022到2023年收购 Figma 计划失败，导致员工没能按时获得股票兑现的奖励。这就使得 Figma 的净利润率在2023年还高达56%，到了2024年就变成负的97.7%。那剔除掉这些因为公司并购导致的一次性的成本支出，我们来看 Figma 公司在2025年和2026年 EPS 的情况，就会发现 Figma 在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有总计0.27美元的 EPS，预计到2025年年底，公司全年的 EPS 也能达到0.4美元，并没有实质上的亏损。如果我们按照0.4美元 EPS 来计算，那么 Figma 在2025年12月份，它的 EPS 大概在140左右，远没有现在300以上的 EPS 这么夸张。如果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 Figma 和另外两家刚上市的科技公司 CRWV 和 Circle，会发现 CRWV 在2025年的 EPS 预估是负的1.62，而 Circle 全年的 EPS 预估是负的3.78。这么看，各位是不是觉得 Figma 还算是更稳健的选择？毕竟，相比于 CRWV 和 Circle 还处于净亏损的状态，Figma 至少在2025年已经实现了盈利。当然了，我们都知道，市场对于这种处于成长期的小公司，更加关注的永远是在接下来1到2年的时间里，它的营收和利润的增速有多高。因此，决定 Figma 股票能否 V 型反弹的关键，就在于公司对2026年的营收展望能否给华尔街带来惊喜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公司给出的2025年第3和第4季度，以及2026年上半年的 EPS 指引是非常一般的，甚至比2025年第2季度的数值更低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Figma 股价近期接连下挫，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弹的直接原因。但是从公司营收层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接下来4个季度，Figma 的营收都会呈现稳步上升的状态。在第二季度，Figma 新增了88家年度经常性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客户，使得它的大客户的总数达到1119家。公司的净美元留存率为129%，这表明现有客户的支出正在增加，显示出强大的客户忠诚度和产品价值。Figma 的毛利润率也保持在90%以上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指标，显示出其商业模式的可扩展性。因此，从中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，查理还是非常看好 Figma 公司的发展情况的。现在55美元以下的股价，对于 Figma 这家公司来讲是绝对被低估的状态。如果我们看华尔街对公司股价的预测，可以看到，华尔街给出的1年内 Figma 的平均指导价在69.8美元左右，要显著高于现在的市场价格。当然可以预见，随着公司股价跌破55美元，华尔街接下来会继续砸盘的把戏，分析师必将调低他们的指导价，
进一步给 Figma 股票带来向下的压力。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，华尔街给出的估值下限在49美元附近，已经算是比较接近当前的市值了。因此，结合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查理建议，对于已经买入并被深度套牢的投资朋友们，现在最好的操作就是什么都不做。如果我们现在以60美元以下的价格割肉卖掉 Figma，实际上就是被华尔街割了一波韭菜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我们不服输，想要再加仓买入它的股票，降低持仓成本，就会导致一旦 Figma 股价继续下跌，比如说跌破45美元，我们的持仓压力就会非常大，这也是需要尽力避免发生的情况。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几周时间，至少等到 Figma 的股价在周线级别有企稳反弹的趋势，再考虑需不需要逢低买入它的股票。目前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 Figma 股票的底部位置，大概率会出现在45到55美元的区间，有小概率 Figma 的股价短暂性的破位，来到35到40美元左右，然后做底部震荡，直到今年11月份，等到美股大盘在第四季度圣诞行情的到来，我们才可能看到 Figma 这类的中小型企业股票又有像今年夏天那样被炒热的行情。到时候才是逢高卖出、锁定收益的好机会。而且，考虑到包括像 CRWV、CRCL 和 Figma 这样的股票风险性非常高，我们一定要控制好仓位。像这样的小盘股的单一持股比例，不建议超过总仓位的3%。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目前持有总仓位2%的 Figma 的股票，持仓成本在70美元附近。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止盈的资金，查理考虑会在60美元以下加仓买入 Figma 的股票，但是它的总仓位会被控制在3%左右。加完这次仓后，查理就不会再去操作 Figma 的投资，就放在那里就好。那等到今年年底或者2026年春天，如果 Figma 的股价回升到90美元以上，查理会考虑届时卖掉他的股票，锁定超过25%的短期收益。如果到时候 Figma 的股价还在低位徘徊，那我也不打算止损，就 hold 住就好。因为仓位不到3%，其实 Figma 的表现并不会影响到 CRI 投资系统的总体回报率，耐心持有就好了。这是截止到2025年9月4日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给出的美股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。系统还是建议把80%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或者有潜力的个股。当然，当前值得考虑的股票包括在77美元以下买入网络安全公司 FTNT，在160美元附近买入 AMD，在62美元左右买入芯片股 MRVL。美股指数包括 SPMO、SPLG 和 QQQM，今天都有强力反弹的表现，不适合以当前市场价买入。想要买入指数 ETF 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再等等。如果9月中旬美联储 FOMC 议息会议结束，第一次降息落地之后，大盘有下跌行情，届时可以逢低买入指数 ETF。那剩下的20%的资金还是放在比特币 ETF 上，可以考虑在62美元左右买入 IBIT，或者在95.3美元买入 FBTC，然后放着不动就好。黄金的价格目前突破了前高，处于被严重超买的状态，系统不建议现在买入黄金 ETF。那接下来是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。我们在9月3日卖出了 QQUP 的仓位，把资金用来买入芯片股 MRVL，买入的价格是62.6美元，占了总资金的3.7%。其他的投资部位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以礼来、亚马逊、AMD、比特币、TDD、FICO 等持仓为主。如果以后查理有大的持仓变化，会给大家带来及时的更新，请您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节目了。这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9月3日，CRI 投资组合在2025年的投资回报率。我们的 year to date 回报率达到了13.91%，比标普500指数10.6% 的回报率还要高不少。如果美股大盘在9月中下旬到10月份有进一步的回调，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还能和标普500指数拉开更大的距离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对美股投资感兴趣，想免费跟随查理的 AI 投资系统赚大钱，实现财富自由，请您点击订阅查理斯木频道，点赞分享本期视频。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对当前美国经济和投资市场的看法。祝您投资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